今天的走势可谓是血雨腥风，市场在高开之后出现了急速的下跌和卖压。那么是金融板块的暴雷引发的吗？我们该如何去解读当下市场的走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该如何去做一些应对？那我当下的仓位和操作计划又是什么？今天呢，我们是加更这些视频，我跟大家主要分享一下当下市场的一些观察、理解和我所了解的信息。那么周末呢更新的时候，我会把更多的看到的数据分析更系统化的呈现给大家。我们今天呢先进入今天的视频。好，我们呢看到今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市场上都没有对金融板块今天出现的问题产生一个非常大家看就没有任何的一个头条去讲到当下市场所面对的一个金融风险那我们这彭博社才出来了一个，他讲到的就是 Stock Sink to 7 weeks old Ice Bank Clobbered。 那么这里讲到就是我们说的 SVB Security Sale， 就是其实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种类似于金融挤兑，就是当他们之前拿到的资金它的利息非常小非常少的情况下，然后呢他们出去进行借贷借贷的话呢，现在利息他能给出的利息其实是非常低的。那么他们虽然当时可以赚到价差，但是由于现在的无风险利率非常非常的高，大家就准备都是所谓带引号的违约，就是把他们当时弄得比较低息的一些产品买回就不要了需要更多的钱去买一些更高利息的产品。那么对这些银行呢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挤兑。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银行之前又有这个叫 Silvergate 关于币圈的这么一个暴雷。那么我们可以感受到市场中为什么今天下跌呢？是因为市场上现在已经感知到了一个在于我们快速在联储快速这种加息的过程中，我们就好比把经济比喻成一个破旧的大房子。那么这个破旧大房子里面有很多的破旧的水管，正常情况下哪有问题就可以修修补补，但当你疯狂的加息快速的加息的时候，就像一个气球或者说在给水管上注非常大的水压，其实你也不会知道哪个地方的水管子就会爆，或哪个地方的水管子就漏水了。所以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大家都知道可能会漏水，但又确实不知道在哪儿漏。那今天相当于是给大家了一个宣泄口或者是这个出口，把这个水就崩出来了。那么自然而然今天在非农数据出之前，市场上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恐慌的，或者说今天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卖压，就卖出。我们在周末的视频中其实跟大家已经讲到了，当下市场的神秘买家正在退潮。那这个神秘买家就是股票回购，股票回购的窗口大约在45天和30天。那么股票回购之前，那么大家知道比较近的像银行，他们已经进入了窗口。那么对于银行板块来说，它最强的支撑的购买的买力这时候消失了，所以任何的卖压都会对股价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头条也好，我们也看到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拜登的这个新的这个 budget 是 6.9 个 trillion 的一个 budget。 那么这个是美国这几年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开支了。那么这个开支里面有大量的金钱，它需要包括养老医疗它又需要大量的开支，这是一个典型的民主党的这么一个开支。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它只能进行一个加税。那么我们可以说到在财政政策上，我们出现了一个反向的一个加税的这么一个政策，那就是加税会让本地的银行很多金融企业它的这个盈利产生巨大的影响。那我们知道在2016、17、18年它上涨的主要动力是来自于川普政府的减税政策，是因为本地的减税从这个 28% 降回到 21% 的过程中，美国的很多本地企业他们是没法逃到海外逃这个税的，所以他们的盈利尤其小的金融企业会产生非常大的这么一个盈利的一个增长，我们说的 EPS 的一个 spike 或一个增加。那么当你把这个税加回来的时候，他们这一波的红利或者说赚钱的这个就是这个能力就会被它打回。当然这个法案应该短期内也是通过不了，两党之间还有很多的一个过招那么核心呢自然就是加税，各种加税。
那么具体的我们不做政治上的一个点评，但短期内对美国整体上就是这个很多的跨国公司还好，比如他们可以，比如说科技公司可以把总部设到爱尔兰去啊，或者说设到其他地方，但是对于本地的小型地方银行来说，这就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事儿。就是一方面要承担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压力，那么另外一方面你要承担后面我们所看到的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压力。所以在这两个压力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首先是出现了地区性银行板块，我们可以看这个 KRE 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破位。大家看到就这些板块，他们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或者说波动非常小的这么一个状态，他们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如此之大的这么一个下跌，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这么一个K 线。而且大家看到这个 K 线 8% 的下跌，它不光是有跳空下跌，而且它是一个实体大阴线。什么叫实体大阴线呢？就是整个今天从开盘是跳空低开以后，就是一路向下不停的卖，而且能卖到这个整个市场上非常离谱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它的导火索自然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SIVB 的这么一个银行。那么你可以把它说 SIVB 银行的暴雷也好，或者说是由于币圈的暴雷也好，那它其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只是表现出来了市场上对它的一个反应。我们再回到我们周末的一个分析来说，市场上的购买力在逐渐的一个衰竭，那我们会面对非常大的卖压，但是我个人也没有期待到这么快这个卖压就已经开始在这个释放。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破位。在上次视频中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做空机会，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其实今天也出发了，我们呢再去更新一下这个做空机会的一个后续的走势的更新。好，那我们回到明天的非农数据。那么明天的非农数据对于市场来说就很难被解读为利多，它比如说明天失业率大幅增加，那么我们理论上应该理解成是一个利多，对吧？但是市场上对于 recession 也就是经济衰退的担忧会加剧。那如果明天经济还非常好，市场上又有担忧什么呢？有更多的加息，那么我们不管明天数据是怎么样的，就由来市场来为我们进行一个什么呢？进行一个判断。那我们回到今天板块上的一个表现，那我想跟大家讲的是这个金融板块的这么一个暴雷，但是呢我们看看市场上走出什么样的逻辑。大家看10年期的国债开始从1年期，大概1年期是个阴线，然后2年期是大阴线，也就是说1年期跌的还算少，那3年期跌的是最多的，然后是什么10年期30年期，也就意味着市场上的整个的债券的收益率再向从原来倒挂往正常的这个方向上进行调整。那么整个市场上都是出现了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 recession 的这么一个逻辑。大家看比特币，这是一个风险资产，在这个地方是一个破位的下跌。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说黄金在衰退的过程中，它的表现会相对来说强势。为什么呢？是因为美元在衰退逻辑中相对来说就会弱所以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分享到一个视频，就是讲说市场上现在可以看到的是美元和整个利息还有这衰退和通胀逻辑并行，那么总会出现一方这里走的是错的。那么整个在衰退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原油在今天也是下跌的，对吧？然后我们看到铜也是跌的。那么30年期、20年期、10年期，那3年期1年期，整个他们短期债的下跌或者说收益率的这种下跌是增加的。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市场现在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衰退逻辑。那么今天恐慌指数增加，贵重金属增加，那么整体上大家可以看到偏防守板块算跌的比较少的，那么金融、中概和成长股那么尤其是那些不赚钱的小公司，这些成长股，那么绝对是一个毁灭性的一个打击。那么我们可以说，对于当下来说，市场面对的是巨大的一个压力。好，那么相对来说宏观的一些分析我们就先分析到这儿。如果喜欢的大家别忘今天给我们点赞哟。我们下面进入的是一个微观的我们的这个操作和我们的这个技术和具体操作的一个分析和分享。好，我们来说一下时间节点。熟悉我的
老听众或者老观众来说，大家都知道我是对于这个预测是极度的不感冒，非常反感预测性思维。那我们不妨碍讲一讲，就是下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在哪。那么如果我们说这里开启的是一大波下跌的话，有点像去年咱们说这种9月份是吧，这样的一个下跌，或者是12月份这样下跌出现的话，那我们不排除去看一下我们重要的时间节点，该注意的时间节点。那么我们注意的时间节点，我想跟大家说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3月下旬。那么差不多去年的话，大概是3月15、16号，这个反弹就开始了。那么在20年的话，我们就不用说了。那21年、20年的话，都是3月会有一个什么呢？会有一个反弹。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为什么呢？我们来注意几个时间节点，原因是大家注意看，第一个，你看这次是3月中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它是3月26号，21年的话，你看它是反弹上一个大波。然后22年的话是3月的差不多也是3月中15、16号，那么反弹了一大波。那么20年就不用说了，3月23是它最低。那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上，我们为什么说3月20几号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呢？是因为第一，我们知道每年有4个日子叫四巫日，那么四巫日分别是在3月、6月、9月和12月。那么3月份的话，在3月17号。我们看也是3月17号，对，就是下周五会出现大量的衍生品过期，而这个过期的量是巨大的。那么衍生品过期对于市场的一个走势的影响会是非常大的。那么第一，那么我们还有将近5、6个交易日，如果这5、6个交易日它后面仍然是非常大的阴线灌下来的话，那么3月17号很有可能会是一个转折的时间节点之一。那么在之后的一个礼拜就是22号、23号又会出现什么呢？又会出现 FOMC 它的一个这个会议。那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这个会议上，如果我们这段时间银行的这个事情爆雷，大家看这一天是2020年的3月23号，当时美联储宣布的是无限量化宽松。那么之前呢，也是在上面的18号、19号，大家注意19号的时候是当时的一个死亡。那么我们再回到21年的话，也是，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它会是非常重要的，容易引发转折。一个是衍生品市场在这个过程中，衍生品市场更容易变成什么呢？就是更容易把很多的衍生品清干了以后，那么市场上容易产生一个转折。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我认为如果这段时间的银行系统出问题出现发酵以后，那么银行的发酵这件事情上将引发非常大的一个，如果引发非常大的一个咱们说的一个金融风险，那么美联储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会放出一个大鸽子。那么这就是我们首先观察的一个点。那么这个点它不一定是说这点就一定怎么样，这是我们叫预测性思维，而是我去观察这个位置上和我们主要看这样的一个走势。如果这段时间比如说跌不下去，这两天又涨起来或怎么样的，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还要重新再评估。那么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一个时间。那么至于向下的点位呢，我个人也是最讨厌的一个点位思维，就是因为你去猜它下跌到多少，这个意义也不是非常大。那么主要是对于时间和空间，那么你真正向下的空间要足够大的话，我真从估值的角度来说，如果能再回到3600以下，那么整个美股的这个估值又不贵了。从 PE18 我们又回到了16以下，16、15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对于美股来说，它又有了一定的吸引力，它和债市的这种那债息在下降，那么债和股之间的这个差别又会进行一个重新的调整。那么我们又可以在那个时候拭目以待，来分析当时的一个走势。好，回到我们周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说看空的一个 setup 或者个机会，其实今天也出现了，就是道琼这个指数在整个的这个市场中，大家看这里是一个什么呢？这里是一个破位。那明天的非农数据不管是好和不好，如果好，
也好，解读成好也好，那么向上的一个反攻就是我在这里增加空仓的一个机会啊。那么这就是我们上次的一个这个道琼的一个走势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情绪上，那么今天小盘的走势也是非常差的，今天是超大的一个阴线，那么在一大一小在这个地方表现是非常差的。而相反来说，纳斯达克相对来说算是还在支撑位上啊。那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看空做多的一个操作。那么这个操作怎么更新呢？我今天也给大家来更新一下我们的这个操作。好，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操作就是关于 AMD 的一个波段的操作。那么这段时间 AMD 的涨幅是非常的凶猛的，而且呢，它是我们说这个赛道之王。那么涨到这个位置之后来到前高呢，今天呢，我也得感谢我们这个 Discord 的一位群友那么他今天从上午就不断的提醒说是银行板块出现了大的问题那我在日内交易的时候呢，我还没有注意到这个板块上有一个这么大幅的一个下跌，所以我在这个30分钟图上差不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卖出的时候，差不多就在87块多87块1毛多在这个位置上，我就把这一轮的一个波段的这个交易呢就直接出来了，终结了。但是我们长期投资的这个仓位，我仍然是就长期投资。很多朋友在问一个长期投资要不要动，长期投资动什么呀？长期投资你就是长期拿很长时间的那种。那么我们短期在投机的这个状态中，那不是因为 AMD 走势不好，而是因为整个市场的这个环境太过于恶劣，所以这个地方就先出来了，也是大家群策群力。我自己的能力确实是没法做到浑身是铁，也没法做到粘几个钉，而呢有朋友呢帮你提醒一下是非常不错的一件事情那么 QQQ 的这个走势的话，我们说看跌看空做多，那么这一段做多做完之后这一段的做多，我们这个地方是平出小亏损的平出小亏损的。那这一段的走势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我认为是一个小的回调之后继续向上那我的判断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它应该有一个，它已经拉起来了，而且脱离了整个这5分钟这个平台，它应该下跌之后有一个向上，完成这个 EBC 的一个走势，但是中间它没有打出去，没有完成，它今天选择了一个下跌。那么在第二波的这段过程中，那这一段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小幅止损出局小幅止损出局。所以呢，就是我短期内的一个仓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这是我们看空和做多的这种过程。那么看空的另外一个状态，我们说就是中期的这个策略。那么我今天呢，把7月份380的一个这个 put 这个380的7月份的这个 put 从原来的 5% 呢就继续增加到了什么呢？从原来 35% 继续增加到了 5% 左右那么今天呢，你要说我能不能抓到一个最高，也没有，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称之为一个叫埋地雷的过程，就是随着市场上升，逐渐去埋伏一些长期的一个空头的仓位那么空头的这个逻辑，我们已经唱空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那么唱空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想必大家都有点疲态了那么我们逐渐的是补充做空的一个仓位，但我不去死空或者认定一定会空，而是在短期内有这样好的一个机会的话，我仍然是选择一个该做多该买入就买入的这么一个做法好，最后我们回到关键个股，比如像特斯拉那么比如特斯拉，我就知道很多朋友在这个位置上你一定要去卖期权卖 put， 我恰恰想跟大家说的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卖 put， 你可能要承担的是比较大的压力。那特斯拉确实是好公司，但它如果向下继续下跌的话，你可能要狠狠的吃它一桶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我们再说特斯拉像这样的一个走势，它现在主要的筹码区间就是在120和210，180和210之间，说错了，180和210之间。那么它大量的控盘都是在这里，那么一旦你这里灌破，它有可能向下的这个空间，或者说这个地方的空气非常的稀薄，你在向下的一个动能就很有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大。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去
抄底做特斯拉的话，你就要想好，如果向下把你套住非常多，或者说它下跌的非常快，你会不会产生一种恐慌的一个情绪那么你如果有恐慌的情绪或担心的话，那你还不如直接买正股呢这个时候去做 put 卖 put， 你比如说真弹上去的话，你无非也就是赚一个权利金。所以在这个整个都破位的情况下去做特斯拉的卖 put， 那么整体上你操作上的难度是增加的。而我的一个想法是这样的，我在这个位置上自己的投资仓位首先就不会动，那是长期的。我的目标价仍然是看一个什么呢？非常高的目标价，比如说你给我看到500，我也看到600，这都没有问题，前提是你要拿得住。那么对于短期的这种波动来说，它有可能到这儿差不多也有可能比如说下跌非常多到这儿，甚至有可能到了更远的一些地方都有可以。那么我们在整个下跌的过程中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现象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在下跌的过程中，如果有一个放量的一个换手的过程换手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时候特斯拉才出现一种类似于底部的特征。那我们上次看它像这样的一个下跌，跌的非常多，每天都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充分的换手过程，所以才能引发这样的一个上涨过程。那么整个这个地方下跌，只要缩量没有非常大的换手过程，短期内我也不会在这个地方盲目的去抄底特斯拉。那么再看一些强势股，比如像 AMD 这里仍然是非常强势我们走一步看一步。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热门股，比如像英伟达这样的话，我不认为说在这个位置上就是你去一个，当然这里顶部是结构是可以下，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弱势的股票，这是一个强势的公司和强势的股票。那么如果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空英伟达，那么就根据自己的一个你的风控去控制吧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跟大家紧急更新这期视频。那我们从今天的新闻到我们对新闻的解读还有对明天数据的一个解读，到今天我们去看未来的时间节点再到个股上的分享和我自己操作上的是怎么想的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或者说每个操作都是特别完美的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尽量的跟大家提供比较全面的分析理解，尤其是心态的这种把握。好的，那么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付费内容免费点赞，如果大家喜欢请支持我们，给我们来一个3连。好的，我们下次再见，拜拜。